如果說今天他當初是有所準備，甚至于已經這個處心積慮，真的要把伊朗這個神權統治的這個政權給趕下台的話，他不應該是那樣草草就是那個開動。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現在顯然对于发动地面戰爭，顯然還是處在一個模棱兩可，甚至舉棋不定的階段。波斯灣那個或者說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了，導致美國想要逼的伊朗重新開放這個荷姆茲海峽。但是對於伊朗來說，我現在手邊有100萬地面大軍，你只要不敢來登陸，你基本上來說，你要能夠開通荷姆茲海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伊朗的國家通訊社就是塔斯尼姆通讯社報道說，伊朗政府也放話了。說已經組織了上百萬名的戰鬥人員，包括他們的正規軍還有民兵，準備投入地面作戰。那最近呢，還看到有大批的伊朗青年紛紛向伊朗民兵組織巴斯基以及呢伊朗的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表達說要參與作戰的意願。伊朗軍方也宣稱，他們說呢，美國想要用自殺式的戰術來強行開放荷姆茲海峽，而伊朗也準備好了應對他們的自殺式戰略，就是要達到最後的目的，讓荷姆茲海峽維持關閉的狀態。不過我們也知道，伊斯蘭革命衛隊最死忠的人數大概算了一下，也差不多10萬人而已啊。究竟現在伊朗講的這個100萬大軍是從何而來？好，他當然現在100萬大軍包含他現在手邊所有能夠動員的人力加總起來，但其實即便是真的能夠動員到100萬大軍，我個人認為這次的這個地面部隊地面作戰要能夠打起來幾率並不高。為什麼？因為現在主要是美國能調動的部隊數量非常有限。因為你看，我們如果說從這個過去幾次包含1991年第一次波灣戰爭跟2003年第2次波灣戰爭，美國光是應付一個伊拉克，它集中的部隊的數量就遠超過今天的這個部隊的這個數量。然後而且當然不可否認，當初打伊拉克的時候，前面一段的時間的打到这個巴格達推翻海珊政府的這個進度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說你今天你要打伊朗，你在這個波斯灣你進行登陸，你要打到德黑蘭，路程非常遙遠路程非常遙遠。其一那再加上你美軍的這個地面部隊準備不足，那美軍如果說好，我現在基本上我只為了要打通這個荷姆茲海峽，所以我把周邊幾個島占了。如果說他的兵力要說今天占到這個波斯灣上的關鍵島嶼，然後以及荷姆茲海峽關鍵島嶼辦得到，但問題他占了以後，他會形成一個腹背受敵的態勢。這些部隊上去了之後，會時時刻刻在伊朗的這個各種的這個射程的武器的襲擾之內，而且更不要說你今天你如果攻占之後，伊朗的這個部隊還有負隅頑抗的，垂死跟你抵抗的。再加上從這一段期間，我們看到伊朗它整個在軍事指揮上來說，它的去中心化顯然做得不錯。所謂去中心化做得不錯，就是當它的這些高層接二連三的遭到美軍的獵殺之後，然後他還能夠持續發動這個反擊。當然有很多這個美國的朋友說反擊的這個力道小很多啊，你看現在跟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減少了90%，的確是減少了90%。但是等到當你部隊登陸如果你真的要打地面戰，你部隊登陸你奪取一些島嶼的時候，那這個時候你必須要去思考對方可能會對你的反擊，那這個反擊會造成你人命的那個持續喪失。那也就是說，其實如果發動了地面作戰的話，它就必須是要至少一段時間的，並不是像是到委內瑞拉帶了人就走的。对，的確川普他在這次的事，我記得大概1個月前，我們他剛開始發動這個行動的時候，我那時候就講美軍的這次的軍事力量準備的非常不充分。為什麼？因為從調集的這個空中的這個部隊的數量，然後以及這個海上的這個艦艇的數目來看，似乎都在的顯示美軍的準備不充分。而且你可以從他打到現在3個多禮拜的這樣一個情況來看的話，美軍他當初的這個戰術指導，你雖然說可以說，因為他依賴他的高科技武器在戰場上的表現非常優異，但是整體來說，他缺乏一個戰略指導。也就是說，我今天我這個仗開始打，我要怎麼結束？你有沒有想過你要怎麼結束這場衝突？然後你就去開始邊打邊調整。對，現在看到情況就是邊打邊調人，所以就一直發生 tackle 這種事情嘛，對不對？但如果說今天他當初是有所準備，甚至于已經這個處心積慮，真的要把這個伊朗這個神權統治的這個政權給趕下台的話，他不應該是那樣草草就是那個開動。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現在顯然對於就是如果要不要發動地面戰爭，顯然還是處在一個模棱兩可，甚至舉棋不定的階段。因為波斯灣或者說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了，導致這個美國想要逼的伊朗重新開放這個荷姆茲海峽。但是對於伊朗來說，我現在手邊有100萬地面大軍，你只要不敢來登陸，你基本上來說，你要能夠開通荷姆茲海峽，根本是不可能的。
的是，要開通荷姆斯海峽很簡單，只有政治解決，那個只有政治才有辦法解決的問題。美國就算用了軍力，能夠占到波斯灣那個荷姆斯海峽北岸的這些據點，但是你也沒有辦法保證能夠徹底的擴清這些據點。你一旦進去，一旦佔領，你就要開始陷入跟當初伊拉克一樣。曠日費時，而且損失人力非常多的那樣的綏靖作戰。因為你今天你的想法不是說要整個戰線的推進，然後把他這個德黑蘭首都攻下，然後把這個政權徹底推翻，而是如果說你今天的兵力只夠做這些事情，只夠在荷姆斯海峽周邊佔領一些據點，那個據點你一旦佔領以後，那反而會是成為美國噩夢的開始。所以變成現在川普最擔心的就是。雖然態勢上面感覺說我要發動這個地面部隊不惜一戰，但是呢遲遲沒有動作，就是怕說萬一像剛剛孝瑋所提到的，深陷到這個以前這個過去經驗戰爭的泥淖中沒有辦法自拔怎麼辦？美以伊這場軍事衝突呢，從2月28號開始以來呢，到今天3月28號，1個月了還沒有結束。現在外界最關心的就是到底這場戰爭要什麼時候結束，以及它會如何結束。美國總統川普在3月26號針對目前的最新局勢他又有一個最新的說法。他說呢，應伊朗的要求，將重新打開荷姆斯海峽的最後通牒時限。延長到美國當地的時間4月6號這一天，在這一天之前呢，美國不會對伊朗的發電廠這些相關設施來發動攻擊，但立刻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認說沒有要求美國暫停攻擊這件事情。而另一方面呢，美國國務卿 Rubio 3月27號在法國參加 G7 外長會議時呢，向歐洲的盟友表示，對伊朗的戰爭還會持續1個月，而美軍可以在不派出地面部隊的狀態下完成戰爭目標。可是《華爾街日報》呢，卻又報道說，美國的這個五角大廈正打算加派上萬名的地面部隊，包括現在我們所知道的2機作戰部隊，還有第82空降師等等，前往中東地區，讓川普在和伊朗談判的時候有更多的軍事選項可以運用，也就是呢，拿軍事力量作為他的後盾。那到時候跟伊朗談判呢，增加對伊朗談判的壓力。不過伊朗方面也聽到了，他們說我們準備好了，100萬大軍等着美軍來。先來看一下，這是《工商時報》他們整理出來的，包括了現在對峙的美國、伊朗跟以色列。現在大家也在看的是中國大陸的角色是如何。美國方面剛才也聽到了不斷的強調說，已經進入到最後階段了，也敦促團隊要堅守川普呢公開提出的說4到6週一定要結束這場戰爭。另外呢，不斷的強調說是伊朗非常渴望達成協議好，但是伊朗說沒有這回事，而且呢，現在呢也針對美方所提出，在這個禮拜我們知道他們提出了15點的和平提案，但是呢，伊朗立刻就提出了拋出這個結束戰爭的5個條件。其實坦白講，你詳細看你就會發現，其實雙方根本談不攏的。好。以色列這邊呢，則是強調說，任何協議都能夠讓以色列保留先發制人的攻擊選項。中國大陸呢，則是由外長對外表示說，美以雙方現在都在釋放一個談判的訊息，出現了一線和平的曙光。我們可特別來進一步看伊朗方面提出的5個因為在美國提出了15項的這個和平說要談判的條件之後呢，伊朗方面立刻就提出了5點第一個，徹底停止侵略跟暗殺，還有呢，具體要確保不會再發生戰爭，也就是要永久停戰。第3呢，就是一定要賠償。再來就是要結束所有的領域，以及對中東所有相關反抗團體的，也就是代理人，你不要去找他們麻煩。第5個呢，就是國際社會必須要承認並且保障對荷姆斯海峽行使管轄權，意思是伊朗說我必須要擁有荷姆斯海峽的這個控制主權。好，那現在呢，聽到川普這邊呢，你可以發現他真的是說法一變再變改來改去。現在又突然自行宣布說，對伊朗的這個攻擊的最後通牒就是壓到4月6號這一天。4月5號，大家知道在美國這邊要歡慶的是復活節所以壓在這一天背後到底有什麼策略？所以我請教大使您覺得現在不管是美國也好，伊朗也好，其實雙方都很想談，是這樣子嗎？我想比較想談的應該是川普，要不然他已經taco 2次了，48小時變加5天，對，5天現在又多加10天，那他也沒有把戰爭增高，因為這個基本上他如果真的就他所警告的，
你不談，我就要打你的電廠跟你的能源設施的話，那這個戰場就進入一個戰爭，就進入一個新的高度。就態勢有拉起來，感覺好像要增加，但是沒有實際的行動。那這個就證明他是恐嚇。而且現在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啊，就是伊朗對於美方啊，特別是對川普，已經是不太信任了，就一被騙再被騙。然後呢，最終的目標如果真的是要進到談判的話，接下來要怎麼談呢？因為川普只考慮到伊朗要接受他的條件，對，他沒考慮到伊朗也要他接受伊朗的條件。所以我覺得現在卡在美國要接不接受伊朗的條件。川普的條件已經一再放寬了，川普他說這場戰爭他已經勝利了。對，他說展開談判，他說有10個，如果這個談判的要求清單上有10項的話，他說前3項都只有一個，就是放棄核武。伊朗只要放棄核武，基本上就達成了。對，因為他過去說我要把你的這個導彈摧毀，我要把你的核武摧毀，都沒有達到啊。所以現在川普是戰場上打不出結果，所以呢要到談判桌上去找一個結果。那通常我們這個在歷史，我們從歷史的教訓啊，戰場上拿不到的，你的談判桌上是拿不到的。那現在那伊朗已經看準美國是不敢隨便升高這個戰事，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所以伊朗的姿態很強硬，讓川普現在是騎虎難下。对，現在就是在看說美方接下來的動作會不會真的派出地面部隊哈？這個是不惜犧牲任何的代價嗎？真的是如此嗎？針對這次對於伊朗的行動哈，川普在上個禮拜他已經明確表示，美國無意向伊朗來部署甚至是出動這個地面部隊，同時也透露說呢，美國已經要求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避免攻擊伊朗的能源基礎設施。但是呢，以色列 Channel 12他們報道說，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扎米爾在最近的一次內部會議討論時表示，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甚至還沒推進到一半，所以現在以色列的態度也很關鍵，就是這場仗到底要打多久呢？而根據美國五角大廈的統計數據啊，從2月28號戰事爆發以來，美軍已經對伊朗海軍、飛彈、無人機庫存啊，還有包括國防工業進行了超過7800次的空襲，並且鎖定哈爾克島上面超過90處的目標。但是哈爾克島的能源基礎設施到目前為止仍然保持非常完整。如果真的要奪取哈爾克島的話，就必須要出動地面部隊。好，哈爾克島其實它是个非常關鍵，因為它是佔着伊朗的這個石油90%的出口，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位在波斯灣的西北部，距離伊朗海岸大約有25公里，長6公里，寬3公里，是最大的伊朗原油出口基地。好，90%的伊朗原油都是從哈爾克島出口。那前美軍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就說，美軍可以摧毀哈爾克島的石油基礎設施，但是這也有風險就是呢會對伊朗跟全球經濟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或者是美軍就直接佔領哈爾克島，把這個重要的石油設施拿下來，作為跟伊朗討價還價的籌碼。所以現在呢，拉回到美以雙方的說法，都明確的表示，你可以聽得出來，他們的說法就是這場戰爭將會延續下去，但是也畫了紅線，就是不派出地面部隊哈。所以評估的關鍵就在於說，能夠不要打擊或者是影響到能源設施。所以這個美以的共同軍事行動，現在看起來，對美以雙方來說，聶老師覺得他們是覺得老神在勝券在握，還是說其實他們的計謀早就被伊朗看穿？我覺得這次都打亂了。一開始和平談判的時候，美國要求的是4大目標，前2個目標是它最重要的。第一個就濃縮鈾停止，要你的核計劃、核設施不要再發展。第二個你的導彈不要再做得這麼厲害，要不然又出現第2個北韓，我美國還受得了嗎？那以色列一直誘引我，就是說，他這個原因你一定要打，所以美國就說，有道理。我不要讓他成功有一個長程甚至洲際導彈，甚至夾帶的核，因此這是我的目標。現在根本沒有完成這2個目標。川普不但說我贏了，什麼叫勝利在握？他講了多少次我贏了？我打了他好多地方，從2000多個地方到7000多個地方，這樣打爛了人家的家園，甚至打死了那麼多小孩，叫做贏了嗎？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疑問，這是邏輯思考。第一個，美國是一個聰明，這個川普總統要佔哈爾克島，哈爾克島在西北邊。荷姆斯海峽在南邊，好，荷姆斯海峽被伊朗控制了，你就要去弄哈爾克島來封鎖伊朗的90%石油，這不是以牙還牙，血債
就是冤冤相報嘛。美軍這麼厲害，這麼大，軍事實力這麼大，你需要這樣子來作為什麼討價還價的籌碼嗎？美國你越來越被我們覺得就看弱了。但是當他有他的智慧思考，但是你有沒有想到，當你這樣冤冤相報的時候，你会更慘。全球經濟就像剛才講的，所有人在分析，這樣全球經濟，當然伊朗經濟一定大受傷，全球經濟更慘。那伊朗經濟受傷之後，它再來又產生了。這次非常清楚，伊朗即便我實力不夠你，我打導彈打不到你美國，可是你打我軍事基地，我反擊，我反擊你軍事基地，你打我能源石油，我反擊你能源還有天然氣。卡達我丟5顆，你防了4顆，最後1顆還是打得到。你現在防空，你這麼糟糕的代價，2個代價，你的所有的東西防空系統都昂價非常昂貴，你根本是不对称、不平等、不對等的這個戰爭。對伊朗來講。第一個軍武的不對等，第二個代價的不對等。現在美國在此就會在信譽不斷的掃地。你會發現，這次伊朗雖然傷得很重，其實他的國際名聲反而更高。就是說，他最後反而他會想要他要求的東西。我現在講說，你說勝券是不是在握？我絕對看不懂，這怎麼叫勝券在？還有一個，什麼叫地面戰爭？請問一下，1955年、1975年發生什麼事？越戰。《阿甘正傳》裡面非常清楚，年輕人打到最後，瘋狂掃射，看到草叢一動，那個雞也殺，老弱婦孺都殺。已經情緒崩潰了，就像福特號現在的士兵，你加半年又7個月，還要加2個月在海上，他受不了，連馬桶都會塞東西去，情緒會受不了的。船燒了睡在甲板上，美國的問題真的要去了解，這已經有點外強中乾了。所以第二個呢，大家也記得吧，在2003年啊，這個我講2月5號，Powell拿了一個毀滅性的這個武器，抓到了這個玻璃瓶裡面的東西，這個白粉呢。當普丁說是一個洗衣粉，就打了伊拉克，從什麼時候？2003年打到了2011年，8年9個月。請問地面戰有什麼樣的收穫？到現在他在伊拉克又產生了什麼樣的不好之名聲？我覺得打地面戰，就算這個島你封鎖下來，我覺得你也沒有勝。而現在這個 idea 好像不錯，但是您問我是不是勝券在握？我覺得這絕對不是。所以我覺得這次戰爭是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戰爭。第一個，川普情勢錯判。所以這個形勢就有點轉型了。所以我剛才在講這個戰爭，我認為啊，如果國際在美國霸權還沒有辦法能夠完全要求，或者說我們不要講要求，就是用不管示好的方式或怎麼樣的這個誘因的方式，讓這些國家跟他剛剛講自由行動也好，或者跟美國一起來抵制現在戰爭。美國這個我剛剛講霸權的上中，這次真的會被敲響。所以這次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美國現在避免的就是重蹈覆轍啊，就是之前不管是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包括再早一點的越戰、韓戰這樣的一個泥淖之中。好，那最新的戰損報告也顯示啊，從2月28號這個開戰以來呢，美軍已經損失至少16架軍機啊，其中包括了10架死神無人機被擊落。那這2天呢，甚至也傳出了美軍最先進啊、引以為傲的這個 F-35逆蹤戰機呢，也疑似被伊朗的火網給擊中，被迫緊急降落。相關的訊息當然必須要等待進一步的證實。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就是凱恩呢，他也坦言說，美軍目前只擁有局部制空權，也就是只能夠控制特定的伊朗領空。那因為伊朗真的是幅員廣大，你沒有辦法完全把它的領空給這個掌控下來。好，那開戰不久呢，其實呢，我們知道美國就掌握了相關的情資，然後鎖定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呢來斬首成功。那凸顯出的是情報的優勢，還有反情報失守對於現代戰爭的決定性影響。但現在看起來，以色列的這邊的動作，尤其是這邊哈，就是說，目前似乎還是想要用斬首當做一個重心，那要把所有的伊朗領導階層啊一一的趕盡殺絕啊。但是有了先前教訓的伊朗，他們目前的情報跟反情報的工作又怎麼看呢？文佳老師。哦，這個講到情報反情報啊，此時此刻是非常之重要。就像委內瑞拉的總統其實被火抓哈，那莫托羅其實是靠美國的一個精確的情報，然後呢，他疏忽了反情，就是沒有去做好反情報，所以基本上就被抓了嘛。那這次的斬首行動哦，哈馬內伊呢，他其實他被抓到也因為怎麼樣？因為美國有精確的情報，然後呢，加上他沒有疏忽了這個情報，所以呢。美國的情報優勢導致於能夠斬首成功，然後呢，這個伊朗因為反情報的失誤，導致呢他被斬首。那我想這樣子看起來呢，這個情報反情報此時此刻是在戰場是非常之重要哈。那我想這個美伊呢，它的情報能力雖然這個是非常強，但是呢，其實它會遞減的。為什麼遞減呢？因為戰事一拉長。
有時候情報是怎麼樣，需要靠內線，因為你越長，他们越會保密，你越難去掌握情報，然後他們反情報做得很好，這是一個部分。第二個，伊朗呢，他會靠什麼力量呢？他會去中心化的一個指揮部，他們以前可集中嘛，可能要集中開會或是拿手機，他現在可能不會這樣做了，他會分散，所以你很難去執行這個斬首，他會做好反斬首任務哦。那第三個，他也用無人機跟這個飛彈來打消耗戰，他企圖他去瓦解你的這個斬首，他用消耗戰來讓你的這個美國，雖然你的是戰術是獲勝了，你的戰術，但是你的戰略呢，其實是會陷入一個消耗戰，你未定。對，好，因為尤其呢，這個我們知道伊朗啊，它是一個神權國家，它土地有165平方公里，人口有8000多萬，而且它具有當國這個所謂的領導人的人比比皆是，因為他人太多了嘛。所以呢，你這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你光靠斬首是沒有用的。因為他一直會去推選新的人出來啊，沒錯，對，好，那第二未來我覺得這個情報的趨勢呢，當然我們美國短期內它還是需要靠這個尖端的情報跟 AI 的分析能力哦，但是呢，我想這個伊朗會在反情報跟不對稱的作戰呢，來迅速來補強，所以呢，這個戰爭形態會變成斬首跟消耗一個並行。了解。那所以我想這個情報呢，我想不是一次性的到位，而是需要長期的一個博弈。此外呢，關鍵還是在於誰擁有了情報優勢，那同時又被避免反制。OK， 所以其實從目前伊朗所推出的這個戰略哈，就是用低成本的武器啊來消耗這個美國跟以色列他們高昂的這些武器啊，反正呢不對稱嘛。那但是呢，伊朗也料到這個以色列呢，或者是美國呢，他們不能夠去攻擊能源設施啊，因為這個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所以呢，川普特別告誡以色列說，不要再攻擊伊朗的天然氣基礎設施啊，因為以色列先前就攻擊了伊朗一個主要的天然油氣田，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伊朗就立刻也做報復，因為呢就攻擊了這個卡達的拉斯拉凡工業城。因為這個拉斯拉凡處理全球大約20%的液化天然氣，而現在呢，不止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在紅海的主要港口鹽布港也傳出遭到攻擊啊，一度宣布暫停原油的裝船作業。好，畫面當中也看到美國財長貝森特呢，他有強調說，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採取新的措施，抑制不斷上漲的石油跟其他的商品價格，而且可能對海上的伊朗石油解除制裁。這個石油總量呢，說如果是解除的話呢，估計可以啊，稍微來緩一下燃眉之急啊。就是石油總量，因為有大概1億4000萬桶的原油。那分析師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這個 Again Capital 的石油專家啊，叫做約翰基爾杜夫，他說近年來呢，其實中國大陸呢是無視於美國的制裁，光是購買伊朗原油出口啊就佔了非常大的部分。現在呢，如果華盛頓批准的話呢，中方呢就可以自由出售數百桶的原油哈。所以確實能源對全球來講都非常的重要，尤其這一次呢，荷姆斯海峽受到控制之後，其實在亞洲這些國家，包括了日本、中國大陸，當然也是 OK 這些東亞的國家都受到影響。那現在以色列打伊朗呢，被美國提醒說不能夠打油田；美國打伊朗呢，但是解禁制裁伊朗的海上石油哈。所以這場因為地緣衝突引發的石油賽局，江老師你怎麼看？現在誰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我覺得大家現在只看兩邊打來打去，加美國介入，可能剛剛之前提到找着日本或是找其他盟友一起加入這個戰局。其實大家可能忽略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時間。為什麼會提到時間？是其實燃油廠、LNG 廠不是說我今天關掉打開，它就可以去源源不斷生產，它也是要一個時間。那據我所知的話是。目前的燃油氣廠再打開的話，至少1個月以上的時間。那再加上裝船，然後再到你的買主身上，那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時間因素。那突然打了，又突然不打了，那我是開還是不開？對。然後這次在挪威有一個能源機構哦，他有去做分析，說這次攻擊會讓卡達2026年的全年的 LNG 損失達25%。所以大概是2000萬公噸，然後呢，要修復到像打仗之前的話，大概要5年。OK，
所以這個是個非常嚴重的警訊。那再加上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解除限制之後，中國可能會就地把之前跟卡達在新加坡外海交易的這些黑石油變成就地合法化。那其實這也會一方面，我覺得目前來說對美國來說算是一個很矛盾的狀況。那為什麼這樣說的話？之前在俄國跟烏克蘭在俄烏戰爭的時候，美國去抵制歐洲買俄國的天然氣。OK， 那現在他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替代品，從卡達去買這些東西。那現在，卡達又不能生產天然氣了。對，那就導致說，那我歐洲的这些國家該怎麼辦？那遠一點，亞洲的這些國家該怎麼辦？我覺得這個是目前對川普來說算是一個很頭痛的。像剛剛和主持人有提到說，美國說我又不用這邊的天然氣，又不是用這邊的油，那你們這些人，我不管你，那你們要自己派船。它造成了这個現在全球能源的供應出現了一團亂，但是現在美國一句話說，這關我什麼事情？你覺得這聽起來不會覺得很可笑嗎？好，另外還有就是有一個簡單的問題啊，因為我看到了一篇分析啊，是說現在還有一個隱憂，就是有關於氦氣的供應斷裂啊，因為氦氣是液化天然氣製成的一個副產品，然後呢，這個現在不只是因為石油受阻，然後造成這個包括石化產業啊非常的慌亂以外。氦氣的供應中斷對於半導體製造，因為您是這個半導體科技相關的研究學者哈，對於半導體製造的影響評估怎麼看？其實基本上石油啦，半導體常用的就是氫氣，就越乾淨的東西，其實在半導體製程用的越多。那包含我的蝕刻。那其實大家一直在講半導體，可是很多東西是忽略，是我們的民生化工都要用這些東西。那到時候可能我們第一個，因為半導體說實在的，頂多我們最常用的就是這些手機、電視。那其實不用手機、不用電視、不換芯不會怎麼樣。可是你不可能不開車、不點燈、不穿衣服。所以我覺得後續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看後面民生化工品的狀況。我們知道這個中東局勢啊，影響全球甚巨啊，現在包括連川習會都受到影響啊。因為川普最近表示呢，由於這個伊朗戰事仍然持續當中，他已經要求原本在3月底4月初的訪中行，而且要跟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面，這個時間呢要延後至少1個月左右。川普也表示，他的說法是說呢，我即將前往中國，雖然行程推遲了1個多月，但相信將會是一次愉快的訪問。我知道日本跟中國的關係有些緊張，所以呢，我將會與習主席探討日本對美國的貢獻，也打算對他說說日本的優點。那中方的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則是對此回應，他說中方跟美方雙方對於川普訪陸時間等相關的問題保持着溝通。中國大陸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也表示，現在中美經貿相關的議題，包括了在新的形勢下雙邊關稅水準、雙邊關稅以及相關非關稅的措施都是未來要解決的相關議題。當然，這個川習會因為伊朗的局勢而延遲也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是說除了因為真的就是伊朗的局勢所造成，那川普也有一個看法是說，川普會不會是技術性的來拖延這次訪問中國大陸、訪問北京、訪問跟習近平主席見面的這樣的一個想法但是有可能嗎？有這麼複雜嗎？陳老師，其實呢，這個川普他生意人他老謀深算，他做什麼事呢？其實引起大家很大的好奇跟想去猜想他在想什麼，但是他總是出其不意其實我們是認為說他在這個3月31號會過去嘛，但是就前幾天他說他可能要延後一個月。對。那剛好他的理由有幾個嘛，當然就是因為伊朗的戰事就是現在是如火如荼嘛然後再加上這個所謂的這個能源的部分他也在處理嘛，所以呢就是希望不要多開很多條戰線因為畢竟又有軍事的，然後現在又要去中國，大概是講經濟的嘛所以我想說先軍事後經濟，所以他來處理這一段，然後呢同時他利用這段就是延後1個月來觀察到底中國的態度怎麼樣，他對中東態度怎麼樣，他對能源態度怎麼樣，他到底是不是玩假的就是講的中立，講的這個所謂的要安全，但是不是講他的觀察？那因此我覺得說，在川普他的這個戰略算盤裡面呢，
當然啦，就是他認為說這個能源呢，已經中東戰事已經牽動了能源的安全，然後呢優先級別高於美中的一個峰會。他認為這個能源重於這個當然是重於他整個峰會嘛哈。那第二個呢，他是爭取時間呢，以時間換取空間。他在這時候呢，在觀察到1個月之後，看有什麼變化。然後呢，他此外也透過這次跟高市早苗首相的一個會談，來讓這個也拉着日本來讓這個美日同盟讓中國壓力更大。所以他需要用多1個月的時間來爭取。那當然這樣子看，中國就是獲得一個就是回旋的空間嘛。因為他可以怎麼樣以逸待勞，因為這仗美國在打，他沒打。這個人家說隔山觀虎鬥。然後第二個呢，他可以去就是維持不要直接介入，讓美國去弄，弄到你精疲力竭，你到時候我就等以逸待勞這狀況嘛。那所以我想呢，這個延後雖然是川普的一個技術性延遲，但是實際上這到底是對美國好呢，還是對中國好呢？其實現在很難論定了，因為各有它的機會，各有它的挑戰。对，因為其實應該也算是川普在戰略上面陷入了一個困局啊，因為現在不只是在地緣政治上面產生了變化，包括呢國際的經濟啊，整個全球經濟也受到這個荷姆斯海峽。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就談到說，現在關鍵點在於說荷姆斯海峽的控制權啊，到底是美國真的能夠完全能夠掌控呢，還是一直就在伊朗的手中？現在這個戰事啊，導致原油的波價，這個原油的油價波動哈，也牽動整個全球的經濟。像是美國股市呢，在20號這一天呢，早盤再度的走跌啊，像道瓊工業指數呢，20號的早盤是下跌145點，標普500跟 Nasdaq 的指數也分別下跌了0.7%跟1.1%。那費半呢是跌1.1%，台積電 ADR 跌了2.3%。眼看着馬上這一場中東戰事就進入到第4週，好，那現在能源市場呢也持續的翻騰啊，投資人也因此評估，他們現在要想的是美國聯準會啊目前對於降息的押注是如何？根據彭博資訊的報道，現在貨幣市場啊已經把聯準會今年10月以前會升息的押注提高到50%。而這家公司啊叫做 Cadron， 它的投資長則指出呢，當前市場的環境非常脆弱，在油價維持高檔與升息風險又升溫的情況之下，如果股市沒有辦法守住技術支撐位啊，恐怕會代表着進一步的壓力就要來臨了。所以現在受害的也包括了美國股市啊，在這個經濟前景未明的情況之下，再加上起起伏伏的衝擊。到底美國股市的前景樂觀嗎？來請教一下。好了，我覺得對投資來講，第一個不要看短期啦，第二個呢，不要看一定要相信專業的，好像投資人啊，這有時候還會有些陰謀論，就投資陰謀論。我先講一下短期，因為剛才主持人講到說，前幾天或哪一天又開始跌多少跌多少，各位有沒有想到股市是什麼樣一個市場？它是算秒的，每天都有人在撮合。我跟你講哈，股市如潮水，對，月亮有圓缺。我跟你講，股市漲漲跌跌。有這麼多的外資法人，不管是我們講 pension fund、insurance fund， 我講就是保險基金、退休基金，甚至還有對不對？我們共同基金，這麼多的基金的人操盤手，都為了獲利，都在股市這樣玩來玩去。這個大環節大家非常清楚。現在有2個最主要，一個是 AI 的浪潮，這個浪潮有沒有被 absorb 全部吸完？沒有，全部都還在 innovation。雖然大家都看到有很多不合理投資，但是任何獨角獸你不丟錢必輸，丟錢不一定贏，還在丟。還在研發，所以還有趨勢。還沒有看到在1990年、在97到99年時候開始走當trend的時候，對，沒有了。坦白說，這個浪潮大過了地緣政治。再來，這個地緣政治是比較短的。我們雖然會再打一陣子，它現在看起來還是比較局部。當然，人員也會影響到全球經濟。當然，這可以講到這個降息升息的問題。是，但非常清楚的，投資這個部分呢，我覺得觀眾還是一樣。抓穩當然是每天要盯盤，要你買股票不要亂買，就是每天你要有時間盯盤才能買呀。今天有多少量進了量出了，這供需市場決定一切嘛，這個很重要。所以我要講，現在最少 AI 的浪潮還是大於地緣政治，跌一點還是會撐，還不至於那麼嚴重，不會。好的。第二個，你說升息降息，我認為現在是降息循環的時候，卻因為這個地緣政治造成了一個還看不到未來的可能的通膨。
就可能會被喊升息，但也不要去相信。我覺得是平盤為主，現在都不太敢動到年底開始。原來是可能會去年降3，今年降1碼，但是看起來今年不太會。平穩了就會再降，因為現在還不是一定要升息的時候，除非很嚴重的大通膨。確實啊，應該看長期的這樣的一個表現啊，就是短期一定會有波動。那相對來說，其實在經濟上的壓力啊，我們要來繼續看的就是中國大陸其實對於這場危機的防禦力啊，當然現在普遍來看是優於多數的這個亞歐國家。但是如果要達成呢，大陸兩會最近才定下的這個今年4.5%到5%的這個 GDP 的成長目標，恐怕也需要這個強勁的全球經濟來支撐。那法國的外貿銀行亞太首席經濟學家他就認為說呢，伊朗衝突對於中國大陸的主要威脅在於可能會抑制全球的消費力道，那進一步的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出口。他也指出啊，經濟模型顯示說，油價上漲25%呢，將使得大陸 GDP 成長減少0.5個百分點。另外就是匯豐銀行的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叫范立明，他表示，大陸現在已經廣泛採用電動車、還有太陽能、風電還有電池的一些高產能，那就是要進一步增強在全球的競爭力哈。所以姜老師，這個相對於通膨，那中國大陸現在面對的其實是通縮的問題啊。中國大陸的經濟多大程度，您覺得在這次的這個伊朗戰事的情況之下哈，它會受到衝擊？我們要評估的是哪些項目或者是一些面向？您覺得？其實目前來說，以伊朗這個事件來說，目前看起來的贏家，目前是中國大陸。為什麼？剛剛有提到從伊朗來的原油黑油漂白，那再來是因為伊朗關係，所以能源是非常重要的。那剛好中國在電動車、在電池、在太陽能板、在儲能裝置、在稀土上，目前都是中國主導的。OK， 那川普也不是笨蛋。所以我相信，川普延後1個月，他一定會在這1個月裡面憋什麼怪招，要中國就範。為什麼？因為美國要期中選舉了。那我川普一面要表示出對國內我是個很在國內裡面我要表示對外是個很 tough 的人，對外要表示我最會談判了，我最厲害了。你看每個人都在哭着求我。我們知道這個美國跟以色列聯手打伊朗呢，已經進到了第3個禮拜了。3個禮拜馬上過去，即將要進入第4週啊！到現在什麼時候會收尾？目前的關鍵點在於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在誰的手上？伊朗宣布封鎖荷姆茲海峽之後呢，現在衝擊到了全球的能源市場啊，包括經濟也受影響。而現在呢，又傳出了也門的胡塞組織要進一步，他們要跟進。他們說呢，要加碼跟進，因為根據俄新社的報道，胡塞政治局成員布海提表示呢，為了要支持伊朗，他們也準備跟進封鎖另外一個海峽，叫曼德海峽。在畫面當中，我們也看到這個相關的地圖哈。好，那這邊有個圖板，讓大家快速來了解相關的地理位置。我們看到的就是呢，現在在講的是這個關鍵，大家這幾天一直在討論的荷姆茲海峽在這邊，而我們目前講的這個曼德海峽呢，就是在荷姆茲海峽的東南方左右，這是阿拉伯的整個半島。這個曼德海峽為什麼重要呢？因為它是紅海通往阿拉伯海，那在過去呢，就是我們所在的亞洲了。所以現在也門的胡塞組織說，他們呢在荷姆茲海峽之後，現在也要進一步的來封鎖曼德海峽。曼德海峽呢，它是連接了歐亞非這3大洲的水上走廊，占着世界這個海上石油貿易量啊，總共看了一下數字是6%。2025年上半年，每天大約有420萬桶的石油是通過這個曼德海峽。那美以伊衝突爆發以來呢，在沙烏地阿拉伯這邊呢，一直是透過輸油管，把幾百萬桶的石油從波斯灣輸送到紅海，然後改由在紅海的鹽布港來裝載原油。當然，我們也知道最近鹽布港呢受到了攻擊啊，一度宣布是暫停裝油，後來又恢復。好，那如果胡塞組織現在又宣布，要來封鎖這個曼德海峽。不過，因為曼德海峽它跟荷姆茲海峽雖然說我看了一下資料，它最短的這個距離哈，就是海峽大概就是32.2公里，但是封鎖真的這麼容易嗎？先請孝敬哥。我想啊，首先我必須要澄清一下，其實這個胡塞啊這個組織啊，現在來湊這個熱鬧。我實際上是就是說班門弄斧啊，在駱老師面前，這個有點趁亂入室啊，趁火打劫的味道。但是問題是，蹭一波是吧？
對啊，但是問題是蹭這個事情事實上是搞錯了。您看一下你那個地圖哦，來，那個鹽部哦是距離曼德海峽要往上北，大概已經有2/3的地方，那個位置是鹽部，大概距離它1100公里到1200公里之間，那個是橫跨整個沙烏地的這個中間出來，所以对。大概就是您刚才落笔那一點，這個地方沒有上面在對，那個是鹽部，所以呢，那個是整個這樣跨過它的腰部，那邊的油都是經過蘇伊士運河往北走，所以呢這邊風啊是根本沒有，以往是因為繞經啊這邊啊波斯灣出來，然後繞經阿曼、也門，然後這樣你在這個風才有用。那另外一個替代的輸油管是從UAE，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直到阿曼的。就是靠近對，靠近阿拉伯灣這邊啊，是吧？這邊那個邊呢是往亞洲，所以你這個曼德基本上來講，在這段時間啊，這個大油輪呢走的反而不多，但是呢，宣布是有心理的震撼。那比較這兩個這個海域，你可以看得到。曼德海峽是有替代航道，最多繞遠一點嘛，繞非洲也繞也就繞過去。但是目前呢，基本上它是用替代的油管跟氣管，然後到那邊到鹽部那邊接了，然後往這個輸往歐洲。對，所以呢，它在這個地方根本是沒有辦法真正達到它封鎖的目的。那就這兩個海峽而言，這個荷姆斯海峽是這個阿曼跟這個伊朗兩邊來，但是呢，在曼德海峽是這個厄立垂亞，還有這個吉布地，還有也門這三方。那基本上來講的話，也門這個地方是有比較足夠做的這個軍力，對，然後這個胡塞，然後在這邊形成干擾。但是呢，緊鄰的那邊這個吉布地是各國都在那邊，對，都在那邊租借這個就是租借軍事基地。那事實上上次呢，就是說很多人把它判定說他這個做的封鎖並不是那麼成功。我覺得我們要糾正那個觀念。這個所謂成不成功，不是說把它封得死死的就叫成功，滴水不漏那種感覺。對，不是，你只要能夠改变了它整個航運的生態。而且呢，我們知道我們的無論這個物資的供應鏈或者製造業的供應鏈，以及資本鏈就是說資本市場那個波動的它這個整個資金鏈，你假如說整個要產生了會有一個鏈波效應，所以那個這個就是說你今天這個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你不能講說它沒有完全成功，只要造成心理上的影響都算是。到今天為止這個航運界現在那個就是保險費還沒有降下來，而且航運整個之中到現在那個就是這個丹麥的這個 Maersk Line 還這個航線都還沒有恢復。對，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你不能說是因為還是有這個穿越漏網之魚你就認為它不成功，就跟很多人現在就在講說這次伊朗封鎖荷姆斯海峽還是有這個冒險穿越還是有這個偷溜過去了。當然這個百密自有一疏，但是整個航運界的生態以及這個整個航運市場、資本市場，那都受到很大的干擾。所以胡塞組織我們講蹭這一波，它的目的是什麼？我想這個當然存在感，表示支持，不存在感是重要的。OK， 因為你存在感就代表了發言權，就代表了政治的影響力。否則在這個時間為什麼要趁亂入室去撈一把蹭一下，對不對？這是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心想的預期。但是呢，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只要任何軍事的行動造成整個世界就是這種聯動的效應，它基本上就是成功的。沒錯，而不是說你一定要說100%的如何，那絕對不是這樣的。只要市場受到了這個心理的一些影響，產生了波動，甚至是這個波動可能是延續的，而且是短期波動，也許還好。但如果是造成未來就是大家不確定的這個預期這是非常危險的那當然，這個除了封鎖荷姆斯海峽之外呢，根據彭博的報道說，伊朗對卡達的攻擊也導致了世界最大液化天然氣出口設施這個地方叫做拉斯拉凡工業城，在4號跟6號的這個生產線都受到嚴重的損壞。這2條生產線呢，合計年產的量是達到1280萬噸佔卡達年度液化天然氣出口量的17%，而維修工作呢將需要長達5年的時間才能夠完成。那麼卡達能源公司呢，預計將會損失大約200億美元的收入。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呢也再度警告，他們要對全球各地
他說在觀光景點要發動攻擊。他就舉例像公園啊、休閒區啊、觀光勝地啊，只要是伊朗的敵人，就將不再安全。而面對現在全球能源市場的壓力呢，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也表示，目前以色列會遵照這個川普的要求，不再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所以現在看到美以雙方打擊的力道，他們雖然說現在打得順風順水的，伊朗也沒有還擊的能力啊，但是戰略上，包括力道上的考量，還是我們現在在講的。以能源供應的不影響能源供應為主啊，那這會不會是繼續打下去美以的軟肋呢？老師，對這個，其實我們看到這個中東戰爭，我們現在看的就是你就看卡達啦，或者像什麼公園、休閒區、觀光勝地，我們看的基本上是戰爭會不會擴大啊？那麼或者我們講外溢，那我們常說戰爭擴大呢，其實有兩個概念，一個是水平的，一個是垂直的啊。垂直的擴大呢，那就是武力攻擊的這種程度啊。你越打，比如原來小的什麼燃燒彈呢，後來變成火箭啦、飛彈啦，這種是垂直的這個擴大。橫的擴大呢，就是看地區啊。地區你是從這個中東呢，或者擴大到世界別的地方互相擴大。你看現在我們看到的，當然你美國、以色列打伊朗，或伊朗就算擴大到波斯灣，這是一個擴大，對不對？然後事實上，現在西線的戰場已經開了，比如說以色列和打黎巴嫩啊，以色列打黎巴嫩，所以黎巴嫩呢，所以事實上敘利亞也怕說會不會外溢到敘利亞啊？那敘利亞也擔心，那麼所以敘利亞也跟這個伊拉克的政府也講啊，你小心你內部的那些親伊朗的民兵，你不要打到我是敘利亞這邊來，或者黎巴嫩的這個外溢到敘利亞，這是西部的戰線。南部的戰線什麼呢？就是我們剛剛講胡塞啊，胡塞或者到底它也許不管是曼德海峽，它是紅海給你造成一個困擾，你的這個 cargo 貨運過不去，那已經造成很大的問題了啊。所以你看它有東線，它有西線，它南線。那現在又講說，那我跟你擴大到世界各地的公園、休閒、觀光勝地，那就擴大，到處遍地。但是說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所以伊朗它其實也在很仔細的在估算。那你都做到一個什麼地步？你說我們常講說，如果說今天擴大，有沒有一個點，你做到什麼紅線或什麼東西引爆以後，美國地面部隊就來了啊？美國這邊有一些中東問題分析專家呢，因為傳統上我們都認為，美國如果地面部隊進到伊朗，你會陷到泥淖之中。但是另外一批中東問題專家說不是。他說：“伊朗事實上，你地面部隊進來，對伊朗來講那是個夢魘，你知道，因為他這個地面的部隊很多其實很糟糕，沒有辦法阻擋美國的入侵。啊，不管你怎麼說，但是美國會不會派地面部隊進來，要看你這個擴大到一個什麼地步。所以不管是垂直的或水平的，大家都在算哪一個點我可以容忍到什麼地步，或哪一個點忽然引爆的後果不可收拾。對啊，所以我說的話是嚇你，或者我要造成全世界造成震撼。”那麼最好攻擊一些人，讓別的國家給美國一些壓力，給以色列一些壓力啊。美國國內也講說不要再打了吧，這可以停了吧？哈，先造成心理上的恐懼。對，然後就是你可以川普會覺得很大壓力嘛。你這一打下來，會不會陷到泥淖之中？然後他的 MAGA 的這個陣營已經開始逐漸分裂了啊。那川普在想，那這樣再打下去，我期中選舉還要不要選？所以他造成的整個影響，先看打不重要，重要是我先講完以後再看下一步。啊，所以變成我們分析這個美以伊的戰爭呢，必須隨時根據不同的情況，隨時調整它各種的可能性。對，所以其實看到荷姆斯海峽現在其實這個心理效應已經產生了，就是雖然說我們講這個這麼寬，然後你真的要完全的封鎖，像剛剛靜哥講到是不可能封到這個滴水不漏，但起碼在這邊的商船已經卡在那邊很久了，然後呢，你說敢動嗎？動的話，幾艘被打擊到了，那保險公司也覺得太不划算了，這個船運公司也覺得太危險了，好，所以風險就來了。所以經濟上的效應呢，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影響了哈。伊朗的這個持續攻擊對於這個經濟的影響，全球經濟不只是美國也好，中國大陸也受到影響。像是美國這邊呢，我們看到美股主要的指數在3月20號開盤走低啊，這個道瓊工業指數下跌了36.64點，納斯達克呢下跌123.47點，標普500是下跌17.22點。中方這邊呢，路透社也分析說，伊朗的衝突抑制了全球的消費力道，因為通膨可能會造成漲價，消費縮手，所以呢，造成中國大陸的出口可能會受到衝擊。那這又會進一步呢加劇中國大陸呢國內需求的疲軟，而且很多企業啊，這個無利可圖，就會減少投資，影響工資的發放，所以消費增速也會進一步的放緩。
也有經濟預測模型就指出，油價上漲25%將會使得中國大陸的 GDP 增長呢下降0.5個百分點。所以，如果我们從經濟衝擊的這個角度來評估的話，陸老師覺得現在預警，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劉老師也特別提到，那個點一直在調整啊，那個臨界點到底要抓在哪個時間點以前？這也是川普現在必須要在做決策之前好好的盤算的。的確，這個點是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但是中國跟美國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中國它受到，因為伊朗90%以上的油是出口到中國，所以中國在油方面它的壓力就相對比較高。虽然中國在今年它已經進口的比去年同期就增長了大概15%，所以它已經也大量在儲備它的油，目前是有庫存，但是還是會影響，因為它的成本還是會提升。尤其中國是以出口為導向的一個國家，這跟美國以進口為導向的國家兩個是不一樣。是，所以在中國來講，它的成本勢必提高，那對它目前經濟疲軟的現象是有相當的衝擊。那美國呢？我們從3月18號鮑爾在 Fed 主持的那個記者會看得出來，它對美國衝擊影響大不大？那鮑爾說，因為戰爭情況不明，我們不知道會不會影響通膨，所以我們目前也不降息。但是升息我可能會視為一個選項，立場很鷹派。他最主要論點，而且記者一直問他，那到底會不會影響？他說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說了7次 I don't know。所以美國也在觀察這個伊朗的這個戰爭對美國經濟影響的，因為目前美國的失業率是4.4%，還在他能接受範圍。那他 GDP 第4季是1.4% 的成長，然後通膨呢是2.4%，都是目前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但是如果這個戰爭持續進行的話，那就情況不一樣。因為我們說這個短期的通膨現象好像目前開始只有在油價反映出來，在其他的還沒有擴張到其他領域。因為我們發現很多風險的資產目前並沒有增速，像黃金最近在跌這個咖啡在跌，可可在跌瘦肉、豬肉也在跌，所以這些在跌的現象正好抵消了可能產生的通膨的這個壓力。所以目前美國也是在觀察，到底這個戰爭持續下去會不會對美國的通膨會比較大影響？所以這個點就是雙方都在觀察。但是對實體經濟來講，中國應該是受傷比美國重一點，因為美國它是產油國家，它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產油國，而中國呢是全世界最大的進口油國。所以在這裡一相比，所以美國的這個它的負面效應會可能被它賺錢的抵消掉了。